小米，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呢是不容易失败的眼线画法。那继上次不容易失败的眉毛画法之后呢，就很多人跟我反馈说，这支影片它真的可以从完全不会画眉毛到会画眉毛，那甚至慢慢上手调整出自己适合的眉毛之后呢，我就想说，那我再来拍一个不容易失败的眼线画法好了，因为很多人应该也就是会烦恼怎么样画眼线画得好看，或者是会有一些困扰嘛。那我希望这个系列呢，就是拍的是浅显易懂，真的让大家可以从零然后到学会这样子。那今天影片的架构呢，前半段会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画眼线比较容易遇到困扰跟解决办法，然后后半段会直接实战步骤教学，跟大家分享怎么画眼线比较容易成功。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是不知道怎么选眼线产品。那市面上的眼线产品大致上有分成眼线笔、眼线胶笔、眼线液这三大类。那眼线笔呢，我觉得因为它比较会容易造成晕染，所以它大致上已经有一点点被市面上淘汰了。目前都是笔状的话，会是以眼线胶笔去取代。那眼线胶笔通常就是长得像会是这样一个笔状，然后它看起来很像眼线笔，只是说它的质地融合了一点胶的材质，所以它会相对比较不容易晕染。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那种晕染魔人的话呢，眼线胶笔对你来说不适用，就可能要改成眼线液。那眼线液的话呢，大部分会是做这种笔直状的。那这支比较特别，是 Maybelline 最新出，它是稍微有一点弯度，让你好上手的。另外也有可能看到像这种瓶装的，瓶装的话，它有点像是指甲油，只是打开来它的那个笔头会细细的，你就可以直接去描绘眼线。那我觉得新手呢，其实眼线胶笔是最容易上手的，因为它的笔触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细，你画起来不会抖。可是如果我自己平常最常用的话，其实会是眼线液，因为眼线液是比较好勾勒那种细致的眼尾，那操控起来也比较方便。那瓶装这种通常它会比较抗晕，可是它的笔头因为比较软比较长，所以对于很多比较不擅长画眼线的人来说，它很难操控。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先选择你想要从什么样的眼线产品下手。那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刚开始想要尝试画内眼线，你可以先从眼线胶笔开始画起。但是如果你发现眼线胶笔你眼睛会晕染的话呢，你就可以慢慢练习，改成用眼线液。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画的是外眼线或者是眼尾，我完全会建议以眼线液为主，因为眼线液才可以画出比较细致的线条。接下来第二个呢是画眼线的手势。那其实你的手势会影响到你画眼线的流畅度，还有你镜子摆放的方向也是关键。那我通常化妆会是拿这种桌上镜，它是可以平放，然后这个镜子是可以这样上下摆动的。那上下摆动好处是你有时候画内外眼线，它的角度是需要不一样，让你更好去看到你想要画的这个位置。镜子这个角度之后呢，你要画内眼线，记得你的笔是由下往上，然后稍微你可以用笔盖或者你的指腹去辅助，把你的眼皮往上抬，这时候你的镜子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内眼睑的部分，你就比较好上手。那如果你镜子是不能调的话呢，你就是平面对不对？那你可以稍微做低一点点，然后一样头变成往上，一样是这样抬起来。以你视觉上镜子可以直接看得到你想要画的那个内眼线的那个角度为主，你这样可以比较精准的去画到你的内眼线。那再来第二个外眼线的部分呢，外眼线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镜子直接平行面对你的脸，然后呢，刚刚本来是由下往上，对不对？这时候你可以把它稍微变成水平线，或者是有一点点由下往上，然后呢，你的手指可以去辅助。用轻点描绘的方式，这样子平行。然后你想要把睫毛根部填满外面这一圈的话，你可以由上往下，你的手势就会比较好去把你的睫毛缝隙填满。那再来第三个是眼尾的部分。眼尾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眼睛这边角度比较多，所以你一样镜子是平行你自己，然后你可以使用你的另外一只手去辅助，把你的眼皮这边稍微的拉得比较平一点，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往外拉，去勾勒出你的眼尾线条。那你把这边拉平了之后呢，你的那个线条，你的那个平面比较平整，你就比较好去勾勒线条，才不会画这样子手一直抖来抖去，或者是因为它凹凹凸凸不平，就没有办法画出很平顺的线条这样子。再来第三点，应该是还蛮多人困扰的是，我的眼线画不对称怎么办？怎么样画对称呢？那这个部分呢，我会建议，首先你必须要先了解你自己的眼型，因为很多人就是画完之后。
候，你没有深入去了解你眼睛为什么会画不对称，有可能是因为你本来两边画的就是你的上手度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两边的上手度其实已经算还不错，可是怎么画都觉得有高低差的话呢，其实你应该先拿出镜子，平视水平的角度哦。两个眼睛一样，下面的基准点一样，去照镜子发现，我的眼尾两边是不是有高低差？比如说像我，就是我自己这边左眼这边是会比较有点凤眼，眼尾朝上；右眼是比较水平一点，眼尾没有那么高。那这时候我就必须要去两个微调，让它是维持一致的状态。所以我就是画这眼的时候，这眼如果画平行，这眼就要稍微抬高一点，这样子去做微调。那你每个人，你就是记得先了解你自己的眼型，再去画出对称的眼线，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来第四个应该还蛮多人困扰是，我眼线大概会画了，可是很容易晕，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呢，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你必须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那根据我的经验下来，就是我虽然分享过这么多眼线产品，可是每一个人真的实际用这个产品会晕或是不会晕的状况，真的非常的因人而异。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你可以参考网络上一些人的心得，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需要稍微做点功课。那我有在曾经眼线评比中有分享过我自己用过比较不晕的眼线跟比较晕眼线，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支影片，今天就不会以产品面来去叙说。那第一个小技巧呢，是你在上完眼妆之后呢，你可以使用比较细比较透的蜜粉来做眼下定妆。那我可能常会用的是 Laura Mercier 的晶透蜜粉，或是最近新买的这个 Integrate 的蜜粉。基本上我会建议用透明比较细的有定妆的效果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控油的话，有些人眼下太干，反而会容易造成眼下脱皮。那会拿比较细的这个刷子，稍微在眼下这样子轻点，从眼头到眼尾，眼下这个位置。那这个步骤呢，是防止因为你的眼线会晕，通常都是因为上面往下印到，或者是你时间久了眼睛出油，甚至这个动作我觉得也可以预防你下睫毛或是睫毛膏的晕染。所以如果你还蛮容易晕染的话，你可以尝试在化完妆之后多加一个这个步骤，看看会不会有改善。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感的啦。那第三个小技巧就是你在画眼尾的时候，尽量去避开你的眼角，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有效抗晕的方法。那所谓避开眼角呢，就是因为我们眼睛这边有个最凹陷处呢，这边是最容易出油的，所以如果你在画眼线的时候稍微避开它，往上画一点点，其实你会发现它就比较不容易出油，因为它不会直接画在你容易出油的这个位置。这个是我自己试过，我觉得也还蛮有效，然后眼妆比较不会晕的方法。以上就是3个抗晕的小技巧，提供给大家分享。好，前面大致讲解完毕之后呢，我们就来直接步骤教学。那首先是内眼线的部分。内眼线的话呢，如果你怕眼线液你不熟练会不小心画到眼睛里面的话，你可以先选择用眼线胶笔来画内眼线。那我就是一眼示范眼线胶笔的画法，一眼示范眼线液的内眼线画法。那我们先用眼线胶笔，这时候你可以拿出笔盖，稍微的把你的眼皮往上提。那露出你内眼睑的部分，那如果你要用指腹也可以，只是说如果你有眼影的话，指腹比较容易去影响到你眼影的妆感，所以我都习惯会用笔盖这样稍微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之后呢，你的笔顺是由下往上的，刚刚有讲到，这样子，慢慢的去把它填满。那你要画内眼线一点的，里面一点的话，你就是笔盖往里面一点抬开。这样子轻轻的画。那你如果怕手会不稳的话，你可以用小指头稍微的靠在你的脸上，你这样子笔就会拿得比较稳一点。这样内眼线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再我们示范用眼线液画内眼线的方式，一样你可以拿出笔盖呢，稍微的把你的眼皮往上抬，然后由下往上的方式。那因为眼线液比较怕它液状会跑到眼睛里面，所以你尽量是朝着睫毛根部这一个角落去画就好，不要画到太里面。那画里面一点的时候呢，你就笔盖再往内移，那就完成了。
接下来是外眼线的部分，那我自己习惯呢，我觉得外眼线不要画得太粗，基本上你只要稍微沿着你的睫毛根部描绘就可以了。因为你太粗呢，你会去跟你的双眼皮抵触到，或者是说如果你是内双的话，外眼线其实你画的那么粗，其实也看不太到这个眼线的位置。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内双或者是单眼皮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眼尾。那如果你是双眼皮的话，其实外眼线的眼线的粗度也不要画到太宽，这样反而会视觉上让你的眼妆看起来更浓，可是眼睛并没有放大的效果。好，我们就直接来示范。那我自己习惯是会从眼球的后面1/3的地方往后拉出一个弧度之后，再慢慢往前填满。记得画的时候都是用笔尖，不要整个压下去，一压下去那个粗度很难控制，你就救不回来了。所以你都先用笔尖的细细的去描绘，先从这个接近眼尾的位置稍微往后拉，顺着你眼型的弧度往后先拉出一个线条基准。好，拉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睫毛根部的地方稍微把它填满。这时候延续我刚刚说的，你外眼线是由上往下，所以你可以对着镜子，从上往下有点用轻点加边涂的方式去把它填满。那因为我现在拍摄方式这样是会对不到焦的，所以我拉远一点给你们看我的手势。我会是这样子，这样子由上往下去填满。好，拉近给你们看，你看我上面沿着睫毛根部稍微填满之后，你会发现有眼线出现，可是眼线并不会给人家感觉很粗，就很像是一条贴着你睫毛根部的一条黑色的线。那中间呢稍微有一点点缝隙，这时候我就会用轻点的方式去把它们填满。中间是不是有一点点缝隙？那我就这样子把它们全部填满。填满之后，我们就来画眼尾。那刚刚其实已经先画出了一个弧度线，对不对？那我通常画的眼尾都是最简单，就是自然往外延伸的。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变化出你自己想要画的眼尾的眼型。我刚刚拉出一个线条之后呢，这时候会稍微用我的指腹去辅助，然后把你这个眼皮这个地方撑得比较平一点，这样你比较好画一个比较笔直的眼尾。这时候呢，再画一个水平线，稍微往外拉，这样就完成了。这样就完成一个自然的眼尾。那如果你想要画的是比较下垂的话，你就不要画水平线，就是沿着刚刚的弧度直接往下拉。如果你想要画的是比较猫眼的话，你就是刚刚的水平线是往上移的，勾勒出一个猫眼的感觉。总之，你就是先画出一个线条之后，再以它为基准，就是往上扬或是往下垂这样子。最后，你画到这个阶段呢，你可以再把眼睛往镜子里面凑，看一下你的眼线有没有稍微，譬如是有些锯齿状画不平的地方，或者是有些笔出水比较不稳定的地方呢，你可以再去做最后的修补。像我有时候会想要让这边的眼线是比较黑色饱满一点的，我就会再补一条这样回来，然后去把刚刚的眼尾跟中间的眼线去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它这样子弧度线就会变得很自然漂亮。好，那再来我右眼的进度完成到剩下眼尾的位置，那我来跟大家说明眼线为什么会常画的不对称呢？因为我前面有提到说，每个人的两眼眼型其实不会长得一模一样。如果你长得一模一样呢，恭喜你，就是你化妆起来会比较轻松。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眼睛两边长的眼型或者是高低眼尾不一样的话，你这时候就要稍微的去微调，让你的眼睛视觉上看起来是一致的。好，那以我为例，我其实这边的眼睛是稍微比较丰一点，就是眼尾会稍微往上一点点，然后这边的眼睛是比较平一点，所以我在画眼线的时候呢，如果我这边画的比较高，我就记得这边要拉得更高。那或者是我这边是平的话，我这边就要稍微把它往下拉一点点。那我刚刚是稍微平拉往后的嘛，所以我这边现在画眼尾就要稍微再往上扬一点点，但是不要差到太多，因为我的眼睛高低没有差到那么多，所以大家在画眼尾之前想要对称的话，记得先照好镜子。好，那我刚刚一样先拉了一个弧度出来嘛，这时候我的水平线呢就稍微的往上移一点点，然后一样把它往外拉。
好，这时候视觉上看起来就会是比较差不多的眼尾，不会觉得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感觉。可是呢，实际上我这边是稍微有一点点上扬，大概差个5度到10度的角度。可是这边是比较平行的，可是因为我眼型的关系，我用它稍微往上一点点去导正，让两边眼睛看起来是比较平均、比较对称的。好，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所有想要把眼线好好画好的人。那当然，除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小技巧跟实际操作之外呢，最重要的还是你要自己多多的去练习，因为真的练习久了，你就会慢慢上手，然后越来越知道自己适合什么，自己画起来怎么样是最好看的。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实用的话，别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然后帮我影片按个喜欢。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